所以这个产品的强项用8个词来概括：稳定、干净、冷静、可靠。放在同级别充电器里面是实打实可以往标杆产品这个地位上靠的。各位大家好啊，老铁们想看的苹果35瓦竖版充电器车拆，这次我给大家安排了啊。样机还是来自我的老朋友大连正哥提供的一台全新散装正品。大连正哥是专门做真假鉴定内容的博主，所以这个充电器的真假我们就不用怀疑了。既然到手了，这一期咱们就按照我们频道的老规矩来，彻为了解，拆为真相，看看苹果这颗35瓦竖版充电器除了品牌光环之外，实际性能、内部设计和用料到底在什么水平。咱们话不多说啊，先对它做测试。兄弟们，先看外观，这个苹果35竖版的双口充电器，第一眼给人的感觉还是2个字：苹果。白色高光外壳，圆润的锅度，机身比例控制都还是那套熟悉的设计语言，但它跟苹果以前这些小方块单口充电器又不一样，这次做成了竖版结构，双 C 口放在充电器的底部，整体更像是把双口和便携性做了一次平衡。外观看着确实很简洁，也确实精致。充电器宽度56毫米，高度也是56毫米，连插脚高度72毫米，充电器的厚度28毫米，充电器的净重116克。接下来咱们直接上微距，这一段不是单纯的欣赏苹果的做工，而是想让大家看懂正品到底该长什么样，尽量别花了正品的钱，最后买回去一个高仿。看完它的外观，看完它的细节，我们再来看它的充电协议的情况，然后再来做充电测试啊。2个充电口我刚才全部都测试了一遍，它内部的充电协议就是 PD 3.0 的35瓦和 DCP 的基础协议，然后 PD 3.0 点进去固定档位4个，最高是20伏 1.75 安，也就是35瓦。苹果的充电器它不可能去支持其他的协议的啊，它就是公版 PD。我们还是用这个16 Plus 来对它做实际充电测试。目前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我们开始充电。这个苹果16 Plus 已经80个电了，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啊。大家要记住，苹果充电就是这种4阶段的完美充电曲线。插上电，充开机以后，峰值功率直接顶到35瓦。后面是第一阶段27-8瓦的功率，持续了大概10分钟。第二阶段21瓦功率也是10分钟。第三阶段15瓦功率，持续7分钟。第4阶段9瓦功率也是持续7分钟。从0到80充电时间56分钟。80以后就会转为5伏的涓流充电，直到这个手机把电充满。这个充电过程是很漫长的。给这个苹果16 Plus 充电的时候，壳体最高的温度是36摄氏度，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17度左右。大家都知道啊，苹果出的充电器说多少瓦就是多少瓦，烤机的时候是不会有断功率的情况的。这个充电器我们先做单口，后面来双口并发，2种烤机模式我们都测一遍，看它是不是同级别的标杆。这是这个35瓦双口充电器单口35瓦满功率烤机的情况啊。我们看充电曲线图，足功率34.6瓦，一直持续输出，整整2个小时没有断功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表面的温度。最高温度只有42摄氏度，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17度左右，这个表现强不强？各位老铁们，你们说了算啊！现在是这个充电器双口烤机的状态，我们看充电曲线图，2个充电口都是17.4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在输出，整整3个小时没有关断功率啊！我们来看这个表，现在还没有停，温度曲线图平了，我们就可以停了。最高温度稳定在42度左右，
跟前面单口35瓦是一样的。充电器壳体表面的温度几乎是差不多的，我们就展示这一次就可以了。热像仪测到采集线附近44摄氏度，另外一面的温度46摄氏度，充电口部分41摄氏度。兄弟们，现在是专业数据的测试啊，我们来测试它的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我的视频都分了很细的章节，不想看专业数据的，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观看。首先我们来看待机功耗啊，现在是110伏60赫兹状态，经过10多分钟测试，它的待机功耗仅为 0.07 瓦。1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17.9 瓦，这边直流输出 14.7 瓦，折算转换效率 82%。27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30.2 瓦，这边直流输出 26.2 瓦，折算转换效率 87%。15伏档位35瓦功率，110伏输出 38.9 瓦，这边直流输出 34.4 瓦，折算转换效率 88%。20伏档位35瓦功率，110伏输出 38.9 瓦，这边直流输出 34.7 瓦，折算转换效率 89%。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待机情况啊。经过10多分钟测试，它的待机功耗约为 0.11 瓦。1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18.4 瓦，这边直流输出 14.6 瓦，折算转换效率 78%。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0.5 瓦，这边直流输出 26.1 瓦，折算转换效率 86%。15伏档位35瓦功率，220伏输出 38.8 瓦，这边直流输出 34.4 瓦，折算转换效率 89%。20伏档位35瓦功率，220伏输出 38.8 瓦，这边直流输出 34.7 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9%。在进行大家关心的文波测试之前，我们先来测一下这个充电器在双口同时使用的时候有没有断连的情况。首先 Type-C 一口我们启动35瓦，这个时候我们再接上 Type-C 二口，接上的瞬间这边就降到15瓦的功率啊，这边也是走的15瓦的功率，是不会出现断连的。然后我们拔掉其中一个充电口，这边也不会断连，功率顺利的涨到35瓦，再插上去，直接减到15瓦，没有断连。这边同样是启动15瓦的功率。这个测试也说明它应付2台苹果17的话，同样是可以启动15伏的快充。我们用2部苹果手机来验证一下啊，看它同时使用会不会断连。我们先启动15 Plus， 单口的时候它是启动的9伏的27瓦的快充，基本上已经跑满了。我们再接上16 Plus， 没有断连，而且把功率把电压直接提升到了15伏，这边也是启动的15伏，两个一起的功率就是30多瓦，没有断连的情况啊。C 一口断掉，16 Plus 也没有断连，而且功率自动的就升高了。我们再接上，同样的不会断连，而且功率降得很迅速啊，2部手机使用也没有断连的情况。现在就是老铁们最关心的测试啊，就是它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2个充电口咱们都测试一遍。首先是 Type-C 一口，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8.4 毫伏，平均文波 15.3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31.3 毫伏，平均文波27毫伏左右。15伏档位3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43.4 毫伏，平均文波 39.8 毫伏左右。20伏档位3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40.6 毫伏，平均文波 34.8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测试 Type-C 二口文波，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17.4 毫伏，平均文波 14.8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30.1 毫伏，平均文波 26.8 毫伏左右。15伏档位3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39.97， 也就是40毫伏，平均文波 35.6 毫伏左右。20伏档位3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42.5 毫伏，平均文波 38.9 毫伏左右。兄弟们，这颗苹果35瓦竖版双口充电器，它不是那种靠协议兼容、靠功率峰值冲高来博眼球的产品，而是一颗把稳定性、输出质量、温升控制和双口并发体验都做得非常成熟的原装充电器。先看实际充电，它给苹果16 Plus 跑出了非常标准的4阶段曲线，整个充电过程节奏非常的规整，0到80充电耗时56分钟，这就是典型的苹果思路啊，不冒进但很稳。再看双口表现，这个充电器最有价值的地方其实不是单口35瓦，而是它把双口 17.5 瓦加 17.5 瓦这种并发策略做得很扎实，长时间双口输出不断档，
说明它不是只会写参数，而是真的能长期稳定的干活。效率这边，整体转换效率已经做到了很规矩，待机功耗做的也非常亮眼。真正让我满意的是它的温升和文波表现，满载烤机2个小时，双口并发3个小时，没有掉链子，壳体和接口附近的温度都压得住。同时，整体文波控制在50毫伏以内，这说明它的输出端非常干净，供电品质是在线的。所以这个产品的强项用8个词来概括：稳定、干净、冷静、可靠。放在同级别充电器里面是实打实可以往标杆产品这个定位上靠的。一句话总结，苹果这颗35瓦竖版双口适配器不是最会卷参数的，但它在输出质量、双口稳定、温升控制和整机完成度上，已经是同级别里非常硬的一台标杆型产品。测试为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车载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载，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